Hello， 亲爱的美食家会员们，大家好，我是 CY。今天继续奥布路的系列147，我们讲一篇支配破。今天我们要讲一下无条件的爱和支配之间的关系，这两样东西是冲突的，朋友们啊。为了解释这个问题呢，我可能会讨论到一些很深奥的东西，可是如果你能直接理解的话，那就更好了。我举一个例子啊，当你在做小孩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很多的时候呢，你的父母打着爱的旗号，但实际上是想要支配你、控制你？如果你能感觉到这个东西，那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无条件的爱，它和控制、支配、强迫这些东西是相反的。可是很多人类因为他的爱本身就是有条件的，或者说呢，爱本来就是无条件，但是人们对这个爱有一个错误的理解，这个叫不完全的理解，就是约翰所说的哈，这个爱有完全和不完全，它有不完全的这个情况。不完全的原因就是这个精神的植入物，就是二元对立思维，也就是圣经当中所说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实，也就是分别心。这个就是人们对于爱的一个认识的一个不完全性，就在这儿。人们认为有条件，人们觉得你得听我说的啊，你得按照我说的去想、去行为、去生活，你得成为我希望你成为的人，这样我才爱你。那么这份爱本身就是有条件的，它不是真正的爱啊，它其实是爱的反面。那么我想说的呢，就是无条件的爱，它和支配、它和控制、它和掌控、它和强迫啊、强制性的干预、干涉，这些东西都是相反的。那么你从情感的角度上，如果说你能很容易明白这件事儿啊，那就非常好了。那我后边讲的很多东西你可以绕过去，不用听啊，因为你已经懂了啊。那你知道啊，无条件的爱它不是控制，它不是强迫，它不是掌控，它不是支配别人啊，这个是一个爱的旗号的，其实是一种控制欲啊，打着爱的旗号其实是一种控制欲，这不是爱。但是很多人他以为这个东西是爱。如果你现在已经有这个智慧，你现在已经知道这件事了，那非常的好。那后边很多东西你可以不用听，因为后边的东西有点难啊，它可能给你绕进去了。那么我接下来要讲为什么无条件的爱和支配这个东西它是冲突的，这里边涉及到自由意志。那么我要谈论的自由意志呢，它是个很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哲学、在神学上面都有着巨大的争论。在我的认知体系里边呢，这个自由意志这个概念，它和很多人的认知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要讨论这个问题，它非常的复杂，它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种精神的陷阱啊，可能你听了还不如不听，是不是啊？如果这部分呢你觉得困难，你就把它跳过去，干脆不听也可以，或者说听完了觉得不懂无所谓，反正我要讲的就是无条件的爱它和支配是冲突的。如果你明白这件事儿，自由意志这个地方你可以先不听，没问题哈。那么我现在讲一下这个自由意志啊。当我们在谈论自由意志的时候，这个自由它本身就是一个人类定义出来的概念，或者说它是有限概念，它是一个被扭曲了之后的一个概念，所以每个人理解自由的理解都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哈，字句是叫人死的，我单拿出来这一个词，大伙理解全都不一样。也就是说呢，同样的一个概念，在不同的智慧的面前，在不同的认知的面前，在这个你从灵魂的角度上来讲，不同的灵魂的频率啊，不同的能量面前，不同的意识的层级的面前，这个概念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千万别纠结在这个概念里边，这个字句里边。但是我为了去讨论这个问题，我必须得给它来一个概念定义啊。所谓自由一定是有范围的，它不可能没有范围，它不可能是无限的，因为我们谈论的无论是我们思想当中的自主意识，我给它起个名叫自主意识，还是说我们灵魂层面的自由意志，它实际上都是有范围的，因为我们的认知是有限的。我们的灵魂，你要是从一个分别的概念啊，这个分离概念去看的话，就是灵魂和灵魂之间是可以区分的。至于它为什么可以区分，我们后边再去讲啊，今天没有时间去拓展了。你去看待灵魂层面的自由呢，它其实也是有限的，因为灵魂相比于无限的造物主来说，它还是有限的，灵魂的认知也是有限的。所以在有限的基础之上，你去讨论自由，那么它就一定是一个有限概念，是在有限范围里边的自由
然后呢，我再讲一下我所定义的自由意志，它和自主意识这两个东西的区别在哪儿？自主意识它指的是我们这个3D 空间的肉体承载基础之上的精神概念，就是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思想，它没有自由意志，但是呢，它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为了和我所讲的灵魂的自由意志做以区分，我们给它换个名字，给它换了一个自主意识，这个是在讲肉体，你这么理解就行了。一方面讲肉体，一方面讲灵魂啊。我说的自由意志是在讲灵魂的这个层面，但是它也是有限的。所以我讨论的这两个概念全都是有限概念里边的自由。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自由它涉及到什么情况啊？什么情况？那么我举两个例子，以前都讲过，今天再讲一次。我先说考试的例子。当你面对一个考试题，这个题目给了你4个选项 A、B、C、D，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你肯定是选不出来 E 的，因为这个选项本身在你的视野和认知，或者说是你所理解的规则之外，它没这选项。那么你可以 A、B、C、D 自由的选，但肯定是选不到 E 的。那么从你能不能选 E， 如果这个 E 选项它存在，可是你看不见，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你没有选择 E 的自由，但是问题是这个选项本身就在你的认知范围之外，那么你其实在 A、B、C、D 这4个选项里边是不是可以自由的选？那么这里边的自由就是在讲什么呢？没有人强迫干涉你，你必须得选哪个，是吧？你在考试当中你爱选哪个选哪个，不可能说监考老师逼你必须得选 A， 那不可能，对不对？所以你考试呢是在这么一个相对来说看起来公平的范畴，你可以自由的选。所以这个自由的第一个概念就是说呢，没有其他的意志强迫干涉你去做出选择，那么这可以算是一种自由，但是它不是绝对的，它也不是无限的，它肯定是在某一个范围里边。这是第一个角度解释自由哈，就是说呢，没有其他的意志强制干涉你选，那么这么来看呢，你的选择范围里边你有一个自由。那么我们再讲第二个问题， A、B、C、D 你虽然可以随便选，但是问题就在于你想选什么，你想选一个所谓的正确的选项，但是你的认知能不能支撑你选一个正确的选项呢？那就不见得，那就得看这题你会不会了，是不是？你能把这题做出来的话，那你能选一个正确的，你要是做不出来呢，那你就选不出来正确的。我们从概率的角度上来讲，不拿一个偶然事件去看哈，那你就选不着正确的，是吧？你说你瞎蒙，那有可能蒙着对的，但是我们不去讲那个偶然性事件啊。那你要是认知不支持的话，那你也不拥有这种自由。那么 A、B、C、D 4个选项在你面前，你拥有选择它的自由，但实际上这种选择本身呢，它基于你的认知，所以这个自由是不是还受你的认知的限制啊？就虽然看起来4个选项你可以随便选，但其实你想选的是一个正确选项，问题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那你这个认知是不是本身限制你所谓的自由啊？所以呢，你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那也没有绝对的自由，对不对？所以咱们讲的这个自由，你得看是从哪个角度讲哈，不是说这一个词拿出来直接就能定义什么东西，它不是那样的啊。所以我们说呢，这个自由它一定是有限制范围的。我再讲另外一个例子啊，你说你能不能飞上天呢？不借助任何的交通工具，不借助任何外力哈，就凭着你自己，你能不能飞上天呢？那你不能。那我们从自由的角度上来看，那说这句话的我，相对于你来说，那我肯定是给了你飞上天的自由，因为我没有抱着你的大腿不让你飞上去，我没有使用外力去限制你飞上天，那意味着我给了你飞上天的自由了，对不对？这件事给你自由了，你可以飞。但是你自己不具备这个能力，你也没有翅膀，是吧？你没这个能力，你现在这个肉体呢，你做不到这件事情。那这个事情你不能说是我没给你自由，对吧？我给你自由了，你随便飞呀，你可以飞呀，我没拦着你，是吧？但是你自己做不到，那这是你能力限制，那这个自由就得看是从有没有人干涉你的角度来看你有没有自由呢，还是说从你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有没有这个认知，你自身实力条件，那从这个角度看呢，有还是没有都可以，这个答案都可以，就看你从哪个角度去分析它。
所以我们今天所谈到的自由意志你不要从绝对的角度去理解它我举这2个例子就是为了告诉你一件事儿，这一个词呢，你说有没有自由，不管回答有也好，还是说回答没有也好，它其实背后都有一套理论作为支撑的，就看你从哪个角度看。所以今天这个千万不要死在字句里很多人谈论到这个问题就会卡住那么我们看圣经里边所讲到的给我们的这个自由，它到底指的是什么概念？首先，它一定不是指无限范围的，因为任何的自由概念，只要你在一个有限的受造物面前去谈论它，它就一定是有限的。那么我们先看一个经文，约翰福音第8章36节，约翰福音第8章36节，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那么首先呢，耶稣给了我们自由，但是这个自由一定是在某种限制范围里边，那我们就要去研究它的范围在哪儿，是吧？好了，那我们再讲第2个问题所谓合一的意志，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圣经上提到了很多关于合一的概念在那锁定的日子天上地上所有的万物都同归于一合为一，在基督里合一这样的概念很多，包括我们同是互为肢体，是吧？我们同是教会都做心腹，互为肢体，这也是在讲我们的灵魂的合一，或者说意识的合一。那么这些概念它到底是通过什么东西连接起来的？合一的意志的基础是基于爱。我们现在看一段经文，约翰福音14章20节，约翰福音14章20节，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就是合一了，这就是合一。那么这个合一基于什么？意识凭什么可以合一？我前面讲过了，这是一个灵魂频率提高到一定地步之后的一种表达。也就是说，当意识与意识之间是无条件的爱的灵魂的共振频率这种状态的时候，那么他们的意志本身就是合一的。所以这里边讲到2个问题，第一个，耶稣使我们得以自由，那么我们要谈论的是这个自由到底是什么范围。第2个，意识能够合一的根本原因是因为爱，无条件的爱，就是拯救，透过拯救达成的，而这份爱是你的一个体验券，是吧？你可以去体验它。但是救恩它本身和你能表达出来多少爱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你是因信称义，不是因爱称义，是不是？你是已经得救的基础之上，你才体验了这样一份爱的感受。那么我知道现在很多的人会想要去问，那其他的有一些人不信耶稣的人，他们能不能体验？我认为这份爱的体验它是一种普遍的恩典，当然谁能体验它，那其实还是一种指向性的。那么普遍恩典本身也是基于神的主权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没有必要去强调那么这时候有人想要去谈论到，那救恩本身涉及到灵魂的本体，这里边我也要再讲一下这都是属于你可以跳过去的部分所谓灵魂的本体还是投影，那就看你从哪个维度看了。因为维度灵魂它在不同的维度的层级里边，它有不同的本体，下边就是不同的投影。那也就是说，这个灵魂它其实是可以连环投的，你一直往上推，一直提高灵魂的频率，一直往上推，推到最后就是合一，推到最后就是源头，就是所有的灵魂合一在一起了。那么下边很多的这些灵魂呢，它就是所谓的投影。那么所谓得救还是不得救，其实说的是投影的范畴，因为讲的是3D 的世界。所以使徒行传里边讲到，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拯救。那天下它是有个范围的，朋友们，在圣经的第一句话，旧约第一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 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heaven and earth。 这里边呢，天这个词你如果去查希伯来文的原文，它是一个阳性的复数名词，也就是说很多天，包括保罗讲到提到3层天，是不是？这些东西呢大家应该都有印象。这里边讲的其实是一个维度概念，那也就是说空间其实是有多层的，不一样的维度就是不同的层数的这个天。我们这个第3密度第3维度这一个天是吧？再往上一个维度到第4维度就是2层天，再往上一个维度到第5维度的时候就是所谓的3层天。
这里边再讲一个问题，就是灵魂的振动的频率，我们叫灵魂振动密度或者说是频率哈。这个词呢在我们这个世界没有，因为我们这个世界的自然科学没研究到灵魂这个地方啊，我只能找一个类似的词过来说了。就是灵魂的密度和维度它不是同一个概念，因为维度概念的区分其实是在于永恒与我们之间这个世界之间的这个维度，再高于这个维度全都叫永恒了，再往上多少个维度，对于相比于我们这个世界来说全叫永恒。所以维度的问题你现在不用太多去考虑，但是灵魂的密度的情况就是不同密度的灵魂它不见得非要在某一个维度的空间里边，因为真正区分灵魂所在的维度的，它其实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精神上面的一个力量，它不是空间限制的。也就是说灵魂其实可以是在空间当中，不管是什么维度啊，什么维度的空间，可以在空间当中进行旅行的。之所以在我们这个情况，我们这个世界 3D 的世界里边有所不同，那是和我前面所讲到的那个空中的恶魔有关系。所以真正限定灵魂所在的维度的，它不是维度本身，而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空中的恶魔的那个力量，是这个东西。所以不要把维度和灵魂密度完全的画等号来看，它不是一个概念啊。我们讲到这个问题了。那么呢，现在我们就在讲，首先救恩它跟自由意志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救恩本身它是基于信心，是神所赐予的信心，这是一个隐藏的恩典通道，这是指向亚伯拉罕的后裔显明的啊，指向神所拣选的人。这也就是保罗所说的创立世界以前预定的拣选，这个本身针对的是我们这一维度的灵魂，或者说高于我们这一个维度的灵魂的本体在我们这一维度的投影。但是这个所谓的本体它同样也是更高维度的灵魂的投影。圣经里面又讲到一个问题，就是神不救拔天使，当然魔鬼肯定是不救了。还有一个隐藏的概念是什么呢？高维度的这个灵魂的天使根本用不着救，因为它没涉及到 3D 的这个世界的灵魂投影的情况，因为他们本身受造就受造在高维度，他们没有投到这个低维度的这个领域里边来。所以这里边涉及到很多的问题啊。所以呢，你不要从第一个，不要从有没有救恩的角度去考虑这个无条件的爱能彰显到什么程度，跟那个都没关系。就是一个人他有救恩，他不见得能彰显出来多少无条件的爱。就是一个人他没有救恩，他也可能能彰显出来很接近到无条件的爱，因为这个爱它本身反映出来的是一个灵魂投影的振动频率。你也可以把这个投影看作是一个灵魂，它是就是灵魂与灵魂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你看成是一个分身也可以，怎么说都行。反正我们这个世界找不到特别好的词语去描绘这个东西，你就把它看为一个灵魂。所以说呢，接近无条件的爱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是一种能量状态，是你的灵魂振动的频率的状态。所以这种灵魂振动的频率它本质上来说和救恩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它是一个普遍恩典的范畴里边的事情。当然我们拥有救恩，我们有这么一个特殊的体验券，因为你首先你知道这个无条件的爱了，那很多人连知道的机会都没有，他怎么能活得出来，对不对？那也许他能够通过万事互相效力，或者说保罗所讲到的这个神的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啊，有一些属灵的事情，这里面涉及到灵性的概念。灵性它跟救恩也是没有关系的啊。灵性这个应该是犹大书还是彼得的书信哈，可能是犹大书也讲到了哈，有的人仿佛呢没有灵性的畜类。那也说的是什么？就是说人类它都是有灵性的，只不过有的人他灵性非常的低，那就接近于像畜类一样，对不对？那么这个灵性的概念它本身其实和救恩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退一万步讲，魔鬼它也有灵性，你这么理解就行了，它也是属灵的一个概念啊。灵性这个东西它不具备什么正反，它跟救恩没有关系啊。它灵性就是说属灵恩赐，我前面也讲了，属灵恩赐本身不具备极性，它是一个工具。比如邪灵它也可以用属灵的恩赐啊，还有假先知呢，是不是啊？耶稣说那有那假先知兴起来之后显大神迹，连选民都迷惑了。所以说属灵恩赐的强度和这个所谓的灵性的强度，它都跟救恩是没有关系的事情。包括这个无条件的爱，它说的是什么东西？它讲到的是一个接近这种无条件的爱的灵魂振动频率。那么这个频率它其实和救恩本身也是没有关系的，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我在讲的自由意志这里边再说一个关键点在于什么？自由意志第一条哈，我前面讲的你听不懂没关系啊，听这个归纳总结哈。第一条，自由意志它与救恩是没有关系的，你要明白这件事情。可是当神在看待这个不在救恩范畴里边的意志的时候，神谈到我尊重他们这个自由意志，就是不信的自由。信虽然不是选择的结果，但是不信可以被看为是一种选择。大家听清楚这个话啊，信虽然不是选择的结果，但不信可以被视为是一种选择。所以圣经当中讲到了神给他们一颗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或者有讲到任凭他不信，对不对？类似的这种话我不用太多找，圣经当中海量啊。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呢，不信的人在神眼中，神看为是一个尊重他们的自由意志，没有毛病。不信领域当中有不信的自由意志，这是被尊重的。但是信的人本身他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自由意志，而是因为神使他看见。那也就是说，信的人的根本原因来源于神的力量，那就不是基于他的自由意志。但是你要问我神有没有强迫他呢？那神没有强迫他，神给他看见了，他也可以说是使用自由意志去相信。问题就在于这份看见本身基于启示的强度，而这样一份强度因着神的拣选本身大过了自由意志能抵抗的程度，那么实际上救恩的功劳全在神而不在人类的身上。我们是在讲这个功劳到底是属于谁，我们是在讲这个荣耀到底是归于谁，但是神没有干涉任何人类的自由意志，你可以这么讲，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讲这个自由意志，你到底从哪个角度去理解它，这个地方特别的困难，你别被拐到这个精神陷阱里边。能听懂的人可以得着，听不懂的人跳过去啊，听不懂人跳过去。所以我讲这个东西啊，第一个，自由意志它和救恩其实无关的，但是你又可以说这个神尊重人的自由意志，这没有毛病。但是一个人得救的原因并不是神尊重自由意志的结果，而是神引导人意志的结果。当然这份引导当中神也没有强迫的干涉。所以这第一条听明白啊。第二个，灵魂的自由意志和肉体的自主意识是不同的，那也就是说他们的范围不同。那么耶稣前面我讲到约翰福音第8章36节啊，神的儿子，父的儿子叫你们得以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这里边自由其实讲的是从自主意识到了一个灵魂自由意志的这个范畴，从自主意识的不自由到了一个灵魂自由意志的自由。但是灵魂自由意志本身也是受限的，但是相比于更加受限的自主意识来说，我们的自主意识可以扩大到一个灵魂的自由意志的范畴。当然这个范畴也不是绝对的，我讲清楚了没有朋友们？听不懂好好多听几遍啊。所以说呢，灵魂的自由意志它比肉体的自主意识的范围要大。所以当我们把这个我们所障碍的，本来我们拥有那个自由比如说是100范畴的，但是因着我们在肉体当中自主意识只剩下10的自由意志范畴了，这就是受限的。但是它也有，它也存在，对不对？你早上你吃包子还是吃饺子还是吃面条，这事你是不是可以自己决定啊？有人强迫干涉你吗？神强制干涉你了吗？没有，对不对？那么这里边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啊，意识本身它是存在因果律的，对不对？也就是我们虽然某些事情我们看起来可以自由的选择，就像那个考试一样 A B C D 随便选，但是实际上你真的能选什么东西，它是不是跟你前面学习的情况认知的情况有关系？甚至于可能你刚跟妈妈吵了架了，我就故意选错的，那这也有可能，对不对？所以说你真的会选择什么东西，它是有因果律在里边的。那么即使是把因果律范围放在里边，仍然存在着一定限度的自由，就是这个范围它和因果律也完全没有关系的，它也是存在的，甚至于说完全概率性事件。这就跟那个薛定谔的猫是同样一个道理啊！我今天我就选这个东西，我还偏偏就不要任何因果律，对不对？我就来一个扔骰子啊，是不是抛硬币？我就拿这个决定，对不对？我就抛开所有一切我的因果律，我就把这个因果律非要交在神的手里，行不行呢？对不对？这种类型也是有的。也就是说呢，即使考虑了
有没有限制的情况？当然，你一切行动必定受你肉体限制，对吧？即使考虑了你的肉体限制情况，考虑了你的认知限制情况，再考虑到这世界上的因果律，即使把一切的情况全考虑进去，肉体其实也是有一定程度的自由意志的。所以你在这个事情你要明白我在讲什么东西，对不对？就我说的，你吃饺子还是吃面条啊，那都差不多。那有的人就觉得这两样就确实差不多，没有什么所谓啊好与不好，就随便来一个，对吧？所以说呢，这个肉体的自主意识是存在的，但是它非常的范围小，非常范围小。那么灵魂的自由意志，它的范围要比肉体的自主意识范围要大得多得多。那么当你能够与这个灵魂所产生链接，能够进入到灵魂的这种自由选择范围里边的时候，那么就是耶稣所说的叫你得以自由。这个自由其实也是有范围，但是相比于你肉体，这范围大多了。解释清楚了吗，朋友们啊？那么这个范围它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你肉体这个领域当中的精神植入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实，就是二元对立思维。所以你的思考问题的方式是极性的二元的极性的思维。两个元素啊，今天我们也一会儿可能会讲一下叫非二元性思维。这个东西是你能够进入到这个就是更深层次的灵性状态啊，和你的灵魂产生这种灵魂的沟通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地方，也是你去践行无条件的爱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之一。因为二元对立这种思维它就定义了条件，可是如果你学会了用非二元性去看待问题，也就是用三元的思维去看待问题，当你看问题的时候，原来你是二元对立，你是正向极性和负向极性，甭管你自己怎么定义哪个是正哪个是负啊，你看待问题是一正一负，那么你就把分别定义出来了，那么你就把条件定义出来了，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对吧？好的才是符合条件，坏的不行，是不是？你老心里边定义这个是非对错啊，那么爱就不可能是无条件，这个东西就显露不出来，它就是摩西的帕子，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律法思维啊，摩西的帕子。所以这个东西在我们脑海当中根深蒂固，我们从小到大就接受这样的教育。那么二元对立思维非常难以去除去，也就是所谓的这个放下分别心除掉分别心，很难的一件事情，是不是？那么有一个方案是什么呢？有多种方案我们今天稍微讲一个非二元性思维。你过去的思维里边有正向极性和负向极性，用这个东西去定义你所认知的一切的事物。那么现在我们给它加一个什么叫平衡极性？也就是说呢，我们不否定二元当中的一个极性，这就是无分别呀。你否定其中一个就是有分别。我在前面讲到潜在真相的系列里边有讲到过这种无分别的爱，也就是这种无条件的爱，是不是？关于亲子教育这个小孩抚养然后关于什么夫妻关系类似的各种各样的东西，我都提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强行的去打压关于我们认为是负向极性的东西，而实际上这件事情本身它破坏了生态的系统，无论是一个人的人格生态，还是精神的生态还是这个世界从万事互相效力万事互相效力的这个角度，你或者从蝴蝶效应的角度来讲也就是说呢，我们以为是负极性的东西，它不是真的那么负极性，是我们用我们的有限思维去定义出来的。那么这个时候如何去看待这个东西，能够更好的去认知这个世界呢？我们非黑即白的思维其实是很幼稚的思想。那如何能够晋升一种思维的方式？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叫做非二元性思维。当你看到了正向极性和负向极性的时候，你不要着急去打压其中的一个，把它彻底否定。第一个，你否定不了，你不可能彻底把负向极性全部都否定，这就是圣经里边所讲的大麻风长满才得洁净，对不对？大麻风长满这看起来是一个负向极性的极致，但实际上你透过它，你反而认识救恩了，这就是一件好事了，是不是？听不懂没关系听不懂没关系。然后呢，那我们给它加一个极性，让这三个极性互相作用，也就是说正向极性、负向极性，我们再看到一个平衡极性，就是你如何将正向与负向给它平衡了，这个才是真正的更有智慧的思维，也就是用生态系统的思维看问题。你用圣经上的话就是万事互相效力保罗说我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对不对？还有什么律法原是好的，只要用的合宜。合宜这个东西就是平衡。
万事互相效力，这个效力是什么？就是平衡。所以圣经试图将你为你启示出来一个崭新的看见，一个崭新的元素加入进来之后，你就脱离律法的二元对立思维了，加入一个新的，就是平衡。当你看到所谓正确和所谓的错误，你要看到正确与错误之间的对立统一，它其实还是有益处，它还是对生态有好处，甚至于魔鬼它也有好处，魔鬼也有好处啊。有了黑暗，你才知道什么叫光明吗？有了魔鬼的虚谎，你才认识到什么叫神的信实吗？对不对？有了魔鬼的这种邪恶，你才知道什么叫神的良善吗？对不对？所以魔鬼虽然你看他做的都是坏事，是吧？我们觉得魔鬼是我们的敌人，正是因为他是你的敌人，他才训练了你啊，他让你面对了各种各样的困难，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学会依靠神了。你看看以利亚和那500巴力先知之间的征战，你说那500巴力先知他们是坏人，他们是反派，那正是因为有这个反派以利亚这个人，这个角色，这个先知啊，赫赫有名的先知，他是不是这个身份才立起来啊？那埃及法老他奴役以色列人，那正是因为有这个埃及的法老，摩西分红海出埃及，这些荣耀神的光辉事迹才凸显出来啊，对不对？所以说呢，一切的东西你看着了正向极性，看着负向极性，再加一个平衡极性，这叫做非二元对立思维。当你有这个东西之后，你看待问题就会更加的深入，更加的广阔，你也更加接近无条件的爱的这种无分别的状态，不执着的状态。很多时候你执着，因为你就执着那个正性那个正向极性，你就反对那个负向极性，你一直在这个执念里边，这不就是执着吗？但是如果你加入了一个平衡的极性去看待问题平衡性，正向极性负向极性加一个平衡性，你加入这个之后，你一看呢，什么东西其实它都有所谓的有益处的一面，这是智慧，朋友们这是智慧。那么我们的自主意识它的范围，自由的范围非常的小，为什么？因为我们受恐惧驱动。我前面都讲过了这个你得结合前面的听人类的驱动力其实就是爱，只不过一个是热爱本身的驱动，一个呢是对于缺乏爱的恐惧的驱动，所以都是跟爱有关系，只不过一个是正向，一个是负向，是不是？爱的反向它也给人一种驱动力，恐惧和缺乏和这种这个苦毒愤怒嫉妒这些东西是不是也能产生驱动力啊？但是这驱动力它是负向的能量所以你从极性的角度去看，你从能量角度去看不要从律法角度去看。所以说驱动人类的能量其实就是爱的正向和爱的反向，这两个东西都能驱动人。那也就是说热爱驱动和恐惧驱动。那么恐惧驱动的条件就在于前提就在于这个爱的条件必须建立起来，因为只有先建立起来爱的条件，人们才会对没有爱这个假设产生出来一种认知。如果爱是无条件的，人们能认识到这件事的话，那我怎么可能会恐惧没有爱呢？因为爱本来就没有条件，我怎么会恐惧它呢？我必须得先定义了条件，然后我再假定这个爱会因为不满足这个条件而失去，我才会因为对没有爱产生恐惧而造成了恐惧驱动。这个逻辑能听懂吗？所以恐惧驱动的前提在于二元对立思维，在于分别善恶树的果实。好了，我现在把这一切都讲明白了。那么因为我们本身我们的理性，我们的认知，我们的精神受到了这么一个植入物，我前面说了，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精神程序的病毒，就是律法思维，就是二元对立二元对立思维它本身给我们植入了恐惧的理由，所以我们就会开始有恐惧驱动。那么恐惧驱动就会限制我们的行动和我们的思想，所以我们爱有范围，是吧？非常小范围。好些人说我想爱怎么爱不出去呢？你想爱你爱不出去，这证明什么？你缺少一种自由，对不对？有一种东西限制着你，什么东西？恐惧。所以你的自主意识本身是有这个精神植入物的，是有这个精神病毒的。这个病毒导致你范围非常小，你能选择的范围非常小，因为很多东西你明明能选，但是因为你恐惧你选不了，对吧？很多人说我想去做什么事儿，但是呢我总觉得不行可能不行恐惧，是不是？恐惧一来，它就让你的选择范围缩小了。那么灵魂的自由意志呢？灵魂它没在这个世界上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实
啊，这是一种精神链接的能力，这是不同维度的灵魂之间的链接。也就是说，你在这个世界上的灵魂和你的高维度的灵魂，这本体，这是俩灵魂，但是他们之间存在着链接关系，是投影关系，这就是灵和魂之间的关系哈。后边有机会再详细讲啊。那么你的灵魂其实是拥有更大范围的自由意志的，而这种自由意志它能够帮助你去找到你的自我。我前面讲了一篇信息，叫做所谓找回自我是什么，就好像是成为了另外一个人啊，你不再是你自己，因为你所谓的自己啊，它才真的不是你自己。你所谓的自己是什么？是一个被恐惧所驱动的局限的思维。你想成为的那个人，你认为你成为不了，因为有很多恐惧在驱动着你啊。但是当你和你灵魂链接的时候，你开始找到了热爱的力量啊。那么第3条马上来了，链接灵魂自由意志的通道是什么呢？我们本身是非常受限的自主意识，我怎么能够和我灵魂的自由意志产生链接呢？能开始支取到所谓的灵魂的能力和力量啊。我们回头啊后边我们讲一点啊，所谓的灵魂能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力量能力，还有一些关于记忆启发啊，这就是启发啊知识。怎么链接它？就是爱啊。我已经不想再去多强调无条件的爱，爱本来就是无条件，是我们对这个爱产生错误的认知了。我们老觉得有条件，其实爱就是无条件的，本来就是无条件，有条件那就不是爱。所以耶稣很多话都在启发我们这些事儿哈。啊，你爱那个可爱的人啊，那有什么可奖赏的呢？对不对？要爱你的仇敌，是不是？人们一想，那他是我的仇敌，我怎么能爱呢？爱它与对象其实没有关系，所以耶稣的这些话其实都是在叫我们反思啊。你真正有在这个无条件的爱的启发当中哈，咱们就不说达到不达到哈，那个不重要啊，接近就行了，是不是？接近对你有好处，我前面都讲了啊。你在这个启发状态当中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没有仇敌了，你已经没有仇敌，因为仇敌本身都是你拿条件给定义出来的，它也是有范围的，它也是有范围的。所以3条总结完了啊，朋友们，第一个，自由意志与救恩是无关的，所以你不要用自由意志的道理去考虑关于救恩的事儿，和那个没关系，它关乎你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它关乎你今生的一个走向，你所体验的啊，你的课题，你所体验你的人生，你所经历的，你的灵魂想要体验的东西，对不对？这一切我们是在讲这个层面，它跟救恩没有关系。第一个，自由意志与救恩是无关的。第二个，灵魂自由意志与肉体的自主意识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灵魂的自由意志自由范围更大，这就是耶稣所说的哈，叫你们得以自由，但那个自由也有范围啊。第3个，所以好些人想说，我想要成为总统，那个自由那没给我，那你这个跟我讲的自由不是一个范围，知道吧？我在讲自由一定是有范围的啊。第3个，灵魂自由的意志的通道，链接灵魂自由意志的通道就是透过爱。所以践行无条件的爱，去理解无条件的爱，去学习它，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慢慢苏醒，你的灵性会成长，你的魂会更新啊，甚至于激活你身边的指导灵团队。我前面都有讲过了，那么我们接下来稍微讲一下关于指导灵的事情啊，好些人特别的关心这部分，我再讲一点啊。首先第一个，人们最关心的一件事就是，那我首先我得能分辨呢，什么是光明的指导灵，什么是黑暗的指导灵呢？是吧？什么是光明天使，什么是邪灵啊？这个我得首先能分辨呢，朋友，太容易分辨了啊，太容易分辨了，因为他们两个能量不一样。有的人说，那魔鬼他不是可以化妆吗？他化妆那个东西只能欺哄世人，因为世人只看恩赐本身。记住哈，世人只看能力本身，所以你注意耶稣说的话，那假先知兴起来行神迹啊，显异能啊，把选民也迷惑了。我跟你说，假先知他为什么能迷惑选民？因为人只看效果，人只看那个能力大小，人只看神迹奇事，但是其实区分真假先知，区分邪灵和光明天使，真正的区分是爱，朋友，是他的灵魂本质。他外边的东西可以装，但是灵魂频率装不了啊！灵魂频率，他要能装出来，那他就不是邪灵了。他邪灵，他要是能有这个无条件的爱，那他就不是邪灵了，朋友。那这个东西怎么看呢？因为低频率的能量，它必定会做某些事情啊。你把这些事情你明白了之后，尤其你践行无条件的爱之后哈，
咱不用说达到多少啊，别想这个事儿，别想这个事儿，这不是考试呢啊，你接近它就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非常容易区分什么是光明的力量，什么是黑暗的力量。那还用区分吗？那你一感觉就完事儿了。你在陆地上走还是在水里边走，那还用区分吗？那你如果连爱你都区分不了的话，那真的就没有别的，你别的更区分不了，对吧？那别的东西更能装，对不对？我给你什么别的1、2、3条，那魔鬼更可以装那些啊！我跟你说，他就装不了爱啊！你可以相信我说的，魔鬼他就是装得了一时，他不能长期的装。这个关键点在哪儿啊？注意看啊，哥林多前书14章30到33节，这都是讲属灵赐的地方，就提到这儿了。哥林多前书14章从30节开始，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这也叫发预言啊，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这段话在说什么？我直接给你翻译一下哈。就是说有的人呢，他说他得了启发了，其实就是和他的指导灵链接了啊，我前面有讲过啊。然后呢，他怎么着呢？他直接混乱啊！前面有人正在讲呢，他直接站起来开始讲，那这是不是造成混乱了啊？造成混乱了。那这时候可能保罗就说他了，是不是？你应该遵守点规矩。然后可能这时候呢，这个人他有借口啊，他说我控制不了我自己啊，我这个启发就让我直接说了，我控制不了我自己。这时候保罗就把这件事反对了，注意了吗？保罗在说啊，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你要是控制不了你自己，那肯定不是光明的天使。这个地方在讲什么东西？真正的指导灵，它一定会顺服人类的意志。这里先知的灵说的其实是先知类型的天使的灵，这个地方隐藏了啊。先知的灵这里说的不是人类的灵，那这个地方说的要是人类的灵，这话是并句啊，对不对？那先知的灵顺服先知，你俩同一个，谁顺服谁，跟这个没关系。就算是同一个，那也得是你下边顺服上边，是不是？怎么可能上边顺服下边？它不是这样的啊。这里边真正的意思是指先知型号的天使，也就是光明的天使。所以这里再说一个什么样的关键区别，就是对于意志的顺服还是意志的控制。记得我今天讲的主题吗？支配破。无条件的爱在天使当中，因为天使的灵魂频率本身是高于无条件的爱的，他们拥有这份能量。那么当他们在这个一些超自然的供给，或者说在这个世界当中得到了你的供给啊，你彰显出来践行了无条件的爱，你的灵魂频率也提升，有这种无条件的爱接近就可以啊，不用说非得达到，充电慢一点照样能充啊，就这个意思。那么你的指导灵当它被激活的时候，它与你进行灵魂链接的时候，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关键点在于什么？天使顺服人类，他绝对不会掌控，不会支配你啊。有的人说啊，我这个跟谁连接上了啊，马上他这个控制不了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的思想，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控制不了自己说什么，然后他说啊，这是什么圣灵充满，绝不可能。朋友记住啊，不可能，不可能。你可以说你进入一个癫狂的状态，这都可以，但是其实你能控制你自己啊，被圣灵充满啊，或者说与指导灵链接，或者是怎么样的这种情况啊，圣经当中说好像是醉酒一样啊，好像醉酒一样，但实际上你能控制你自己，你只不过是你愿意享受在这种状态当中的时候，你会进入到一种享受它的过程，你可能手舞足蹈啊，说白了就是不太在意肉体外在的一些事情了啊，进入到一种好像醉酒的状态，但实际上你绝对是能控制你自己的，只要你想。所以光明天使一定会顺服你，而不会是控制你，不会掌控你。好了，那么我讲几条哈。第一个，你的指导灵有可能，这里边主要有可能是守护天使，另外一个就是有可能是信使啊，信使就是更明显的先知类型的天使，信使型的，它不见得是和你一对一配对的。守护天使和你是存在一对一配对的，而且一个人不一定只有一个守护天使，但是信使一般和你不是一对一配对的啊，他给你过来传递一些信息。那么只要是光明类型的光明天使的指导灵这种情况啊，第一种情况他有可能使用人格站位
你其实拥有多种人格，你的人格其实是好几种人格的叠加。这种人格首先和灵魂本身的情况有关系，和你的个人经历和你的精神履历也有关系，和原生家庭这些都是有关系的。一般来说，一个人拥有多个人格，只不过更多的人格处于沉睡状态，或者是他们相互叠加，以一个相对来说稳定的复合体的情况显露出来。那么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可是光明的天使会激活你一些人格的空位，也就是说你平时用的比较少的或者根本不使用的一些人格在你潜在的精神领域当中，而这个人格它可以被指导灵所使用，但不是必须会使用的情况。那么如果你的天使和你产生这种链接，而他觉得可以使用这个人格站位的方法，那么你就会进入到一种双人格状态。双人格状态的情况之下呢，天使人格可以以你的肉体作为一个媒介，然后显露，但是这种显露不会干涉人类的自由意志，注意哈，它不会干涉人类的自由意志，所以它是会和你商量这个情况的，会和一些信任的伙伴之间产生沟通，这些情况都是很正常的啊。那么如果说它产生这个人格站位呢，和天使本身的极性有关，但是天使的灵魂极性它其实是和你的灵魂极性作为配对的，所以说主要还是和你自己的灵魂极性有关，就这两件事其实同一件事，因为你们两个互相配对啊。那么因着天使的灵魂极性的不同，它有可能展现出来一种比较明显的性别特征，也有可能它无性别特征，这和你的能量极性有关。那么有一些情况有可能会出现它所显露出来的性别与你原本的性别肉体性别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进入了一个灵魂站位的情况，你就会进入到一个雌雄同体的状态，也就是说你可以切换出来一个男人的人格。如果说这个时候那个天使用的是一个你的女人人格，那么你切换它出来的时候它就是女人状态，那么你会有一点那个雌雄同体的感觉啊，出现这种情况非常正常啊。然后呢，当你们的人格在进行融合的过程当中，它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这里边会产生一个拉锯融合的过程，拉锯战啊，融合过程。因为你的精神如同一下子被一个植物进来了啊，你也会产生排斥的这种反应，而且你会有一些精神上面的压力。这里边的灵魂链接涉及到几个情况哈，一个是人格站位，这本身是一种灵魂链接。可是呢，一般来说使用人格站位的这种情况，它使用你已有的数据库，它类似于一个 AI 的系统，它可以把这个数据库里边的数据进行调整释放出来，仿佛是另外一个人格，但实际上它在使用你已有的知识，而没有使用额外的知识，但是它会通过你已有的知识以给你许多的启发和引领。也就是说，你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向它支取这个世界以外的知识。如果天使需要向你传递这个世界以外的知识的话，第一个，这和它本身的能量情况是有相当大关系的，这个就是践行无条件的爱啊，朋友们，和这个能量强度有一定的关系。第二一个就是和神的计划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如果他要支取这个世界以外的知识的话，这意味着他需要和他的一个高维度的灵魂产生链接，因为他在这个世界上边的认知强度是受限制的。这我们的伙伴啊，他有一个沉睡的过程，我前面有讲过啊，他认知强度是受限的。那么如果他和高维度灵魂产生链接的话，那么这需要消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能量，而这个能量它相当于是加载在你的精神压力上边，就只能从你这个地方去支取，他可能自己没有这么强的这个能量，那么这个情况之下就会对你精神造成相当大的压力，那么就是会产生一定的风险。所以一般来说呢，不会使用太多这个世界以外的知识，而在你已有知识范畴里边给你引导和启发，而这已经是完全足够的了。最主要的是它会帮助你去践行关于无条件的爱的一些道理，而传递知识这个东西不是主要的任务啊，朋友们。所以你想问他什么明天什么彩票啊，他不会告诉你这些啊。一方面呢，他可能根本就不知道，因为他用你的知识库，第一个啊。第二个，就算他可以告诉你，他也不会的，因为这个东西会干涉其他人的自由意志啊，不能干涉自由意志，这是个很重要的原则。注意啊，无条件的爱不干涉自由意志，注意，很重要的原则。当你明白这个原则，你脑海当中很多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
啊。可能你觉得你非常渴望某种能力，你非常渴望某种恩赐，为什么它迟迟不彰显？你也觉得你完全有这种信心，为什么它不彰显？亲爱的朋友们，答案非常简单，因为在你的心中，你试图使用这种能力去干涉其他人的自由意志，而它不会显露出来，这是一个原则。请注意我所说的话，对于这个星球上面的人族来说，他们拥有站在魔鬼那一边的自由意志，而你不能使用属灵的能力去强行干涉他们的意志。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时候你的能力无法彰显出来，因为它不是基于无条件的爱，而是基于你试图去支配某些人的意志，而它不能够彰显出来，因为在这个情况之下，没有无条件的爱作为属灵恩赐的能量。前提是在于你是站在光明的这一边，而如果一个人他站在黑暗的一边，他与黑暗的天使链接的话，他反而可以使用这种能力，因为非无条件的爱的这个能量啊，我说过了，能力它是中性的东西，关键看是谁在用，用来干嘛。属灵恩赐是中性的东西，邪灵的能量反而可以用来去做这件事情，就是干涉人的自由意志。因为本身它就是在无条件的爱的反面，所以支配本身是无条件的爱的反面。那你可能会觉得，哇，那这个邪灵看起来更厉害呀。亲爱的朋友们，厉害，你怎么去看待一个恩赐的强度？如果你用能量的角度去看的话，振幅它会，你从声音的角度看，声音是一种能量。我再举例子啊，振幅它决定了这个声音的大与小，振幅。那么频率它决定的其实是声音的音调，那就是说低音的东西它可以低音，我们所谓的低音就是指音调的高低哈，比如说低音炮是吧，低音的鼓，低音的贝斯，它的音调虽然很低，但是它的音量可以很大，因为音量是振幅决定的。所以虽然魔鬼的频率，它的频率能量频率很低，但是它的振幅可以很大，也就是说频率它不是衡量能量大小的东西，就好像电压本身不是衡量功率的东西一样的道理，你光拿个电压它不能权衡这个功率，对不对？因为功率它是电压和电流同时来决定的，所以你频率高不代表能量就大，懂这个意思吧？所以天使的能量，光明天使的能量频率非常的高，超过无条件的爱，但是它的能量不见得很大啊，振幅不见得很大的。所以说呢，你如果说从这个振幅大小的角度上来讲，这两个东西，这个光明天使与黑暗天使其实是不分伯仲的，但是他们所使用的方向是不一样的，能量的源泉是不同的。所以从邪灵所使用的能量反而可以用来去干涉人类的自由意志，就是支配，他们可以去支配，但是这种能量会产生极大的反噬，这也是一种所谓的公平啊。具体产生什么样的反噬我就不多讲了，因为我相信听我讲的人不需要这个东西，好吧，我就不多讲了。有关于邪灵的能力和黑魔法之间的各种咒诅的一些东西我不多讲了。总之你践行在无条件的爱当中，你的光明天使一定能够胜得过邪灵，你相信我就行了，好吧。我们站在光明的这一边啊，义无反顾，无所畏惧，你不要试图去支配任何人的自由意志，因为当你这么想的时候，你站在爱的反面，记住这件事情啊。我要讲一下关于这个指导灵与你融合，因为我感觉到时候将到啊，我们的伙伴们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和自己的指导灵产生链接，我要告诉你们如何和他们好好相处，当然他们也会帮助你，也会告诉你，那我讲出来帮他们省点能量，好吧。OK， 你提前知道会效果更好啊。在融合的过程当中会产生拉锯的这个效应，因为你不熟悉它的存在。当指导灵与你产生灵魂链接的时候，首先你会有一种极大的恐惧，因为你不知道这怎么一回事，是不是？但是很快你会明白，无条件的爱它骗不了人，记住，无条件的爱骗不了人。你会知道它是一个光明的天使，虽然你会恐惧，但是你的指导灵会帮助你如何去操作啊，以排除掉这些恐惧，让你知道你没疯，是不是？你可能一下子你感觉哇，我是不是疯了？是不是？我怎么一下子这个雌雄同体了？是不是？当然这不是一定会这样哈，不一定会肯定产生人格站位的，有可能你的人格的情况不适合站位，那么他就不站位，他就直接采用一些其他手段与你沟通啊，沟通的方式非常多，我后面慢慢讲。哇，我怎么都快到1个小时了？天，快点讲啊！融合的过程这个部分有点重要哈。当你在你的指导灵面前的时候，你刚和他产生灵魂链接的时候，这时候你会处于一个非常矛盾的状态，
因为其无条件的爱会极大的吸引你，给你非常大的安慰帮助，给你精神上面的疗愈极多的帮助，指导灵会给你非常强大的力量。但是与此同时，有可能会产生一种你对它的非常强烈的依赖，这种依赖甚至于会产生一种厌世的倾向啊，就觉得哇，这个太好了啊，这天国太美好了，这世界不行啊，短暂的。那么你的指导灵也会知道你有这种弱点啊，因为我们是人类，我们都是很弱的啊，指导灵都知道。那么它就会限制和你产生链接的这种情况，它可能会消失啊，但一般你去召唤它，它会马上出现啊，一般情况下是这样，除非你已经非常的依赖它。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我在讲一个关系的里边，一个人在关系当中，尤其是亲密关系，你和你的指导灵是亲密关系，朋友啊，是属灵的亲密关系，灵魂的伙伴啊，非常亲密的关系。那么你在亲密关系，其实这个你所表现出来的状态，它与你天然的创伤是有关系的，与你精神上面的创伤。这是我前面为什么我要讲那么多，全是铺垫啊，朋友们。我曾经前面有讲过一种焦虑型依恋，焦虑型依恋它有一种分离焦虑，那么你与你的指导灵之间很可能会产生这种焦虑，因为它对你来说几乎是一个完美的陪伴，所以你可能会产生一种分离焦虑，那么你就会对它产生一种极大的依赖性。那么与此同时，你同样会产生出来一种情况，就是会产生融合焦虑。为什么呢？因为当你和你的指导灵链接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开始发现一件惊人的事情，它完全使用你的数据库，这意味着你们的记忆是共享的，或者说它单方面共享你的记忆，那就意味着你所有的你所做过的事情，你心里面的想法，你的指导灵其实全都知道。当然他绝不会介意啊，他不会定罪于你，绝不会。但是当你知道这个事实的时候，你会产生一种极大的恐惧，因为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从你出生到现在，你可能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一个人，他知道你心里所有邪恶的想法，以及知道你所有做过的事情。当你认识到你的指导灵是如此可怕的一个存在，我加引号的可怕，因为他知道你一切的事情，你会不可避免的产生一种恐惧，这个就是一种融合焦虑。那么你会产生回避的特征，你会开始害怕它。那也就是说，你这个时候处于一种矛盾体，你一方面非常的依恋它，一方面又会非常的恐惧它。那么这个情况就是你的强大的指导灵展示一个完美的距离控制的一个过程，这也就是它能够帮助你如何和他好好相处。我会告诉你他为什么会这么做，我再告诉你啊。那么也就是说，当你很需要他的时候，他就会出现。那么当你刚感觉到恐惧的时候，他就会离开。他会不断的无数次的在这个状态当中与你互动。那么这个互动意味着什么？他正在让你适应他的存在。因为他没了，你特别着急啊，因为你以前你没有和天使链接过啊，他没了你特着急，但是他出现了你又害怕，因为你觉得他知道一切的事，你又害怕，对不对？所以你会不停的在焦虑与回避当中不停的去切换。那么他会完美的配合你，这意味着一个光明的天使啊，邪灵根本不会配合你啊。当然我知道你不会有这种经历了哈。一个邪灵与人类灵魂链接之后，就是直接这个掌控支配啊，让你人格分裂。邪灵有的时候呢，当然你不会这样啊，我讲一下啊，邪灵有的时候会占据一个人类的人格，或者是多个，可能多个邪灵就是与同一个人类去链接，那么这个人类的灵魂频率相当之低啊，就他所释放的负面的能量相当之大，非常邪恶苦毒啊，或者说你在你眼中可能是可怜。我跟你说，可怜人所释放的全部都是消极的能量，受害者心态啊，感觉全世界都对不起我，我是这世界上最可怜的人，这样的人邪灵最喜欢啊，不要当这样的人。我前面一直在讲，不要有受害者心理啊，这都是非常负面非常低频的能量，这都是邪灵非常喜欢的，就是这样的人会吸引邪灵啊，吸引力法则我前面讲了，主要是频率。所以当邪灵与一个人建立连接，或者是多个人建立连接的时候，如果情况合适，这个人正好有多种人格的话，那么就会展现出来人格分裂的状态。人格分裂的特征和我们所说的和光明天使同在的，有时候可能是雌雄同体，是吧？有的时候可能是和谐共处，切换人格的状态。而且切换人格它会刷新你的情绪当你在一种非常不好的情绪当中的时候，那么你可以直接开这个天使外挂，天使直接出来就会把你所有情绪全部都刷新，你就一下子全没了，那个所有负面情绪全没有啊。但是切换它本身需要消耗一些能量，这个我们后边再详细讲好了。所以呢，
如果是邪灵附一个人，这个人很有可能产生人格分裂，然后人格分裂的特征就是好几个人格在抢这么一个主导权。那么这和天使就最明显的分别就在这儿了。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所以你的指导灵他会顺服你的意志，你不想和他说话了，他就会消失，他不会非要跟你讲，对吧？有的人说啊，一直有一个声音在我耳边这肯定不是光明天使，光明天使不会打扰你你需要他会出现，你不需要他就会离开他不可能强迫性的，他会顺服你这是光明的天使。那么黑暗的天使他不管你那个他就往死里弄你，对不对？所以他就会支配。所以我在讲支配与无条件的爱是相反的东西。那么你如何辨别诸灵，还用我讲的更详细了吗？不用了吧，朋友们那么你当然可以使用基督的权柄去赶走这个邪灵这是一种方法。那么我认为更好的方法呢，你提升你的能量频率，让它接近无条件的爱。朋友们，你的守护天使激活了之后，邪灵完全无法靠近你，因为在这个3D 领域当中，如果你拥有一个强大的指导灵，它的能量很充沛的话，它可以直接击杀一个邪灵。它其实不是击杀，这里边涉及到一个灵魂到底能不能灭的问题其实灵魂是可以灭的，你从形式的角度来讲它可以灭，从能量的角度来讲它不能灭那么基本上是可以直接把这个能量不太强的邪灵直接就可以把它转化，直接转化了，这个就是转化能量了，是可以的。而且它根本不会靠近你，一个拥有守护天使的人类，他是有那个能量场的这邪灵根本靠近不了的靠近不了。所以你不用担心，践行无条件的爱，你永远不用担心魔鬼。就记住我这句话，你是被爱所充满的，哪个魔鬼能靠近你？你过来给我讲一讲，我是没见过没这个事情，不可能的。一个被爱所充满的，一个在践行无条件的爱的人，他会被邪灵搅扰？不可能，我就告诉你不可能好了，我现在讲第二个问题了你的指导灵可能会陪伴你，与你同在，你会明显感觉到他的同在，但是绝不是监视，他不是监视你，他不会给你一种你好像被偷窥了你好像被人看着很不舒服很恐惧的，这个绝不会有。一开始的那个阶段拉锯的一个过程就他经历了之后，你就和他非常和谐的相处了，不会有这种被监视的感觉，不会有你如果有一种被法官监视、被审判团监视的感觉，那个肯定不是那个光明的指导灵。光明指导灵不会监视你，也就是说你们是爱里没有惧怕，对吧？坦荡荡的相处是这样的。然后他不会指挥你我一下怎么想起来中国足球了中国足球这个足球场上面人在踢，下面教练在喊传左路传中路，咔咔一直指挥你的指导灵绝对不会这样指挥你。注意他一定是会尊重你的成长过程的。所以当你不停的在问你的指导灵，当然你一开始肯定会这样，你会问他这个事情怎么做，那个事情怎么做，他不会回答你，他会引导你自己去思考。记住，你的指导灵不是过来给你一个指挥，他是来顺服你，来给你帮助，来帮助你成长，让你有勇气去面对你自己应该去完成和挑战的课题，要去体验的事情，帮助你如何和你自己的高维度灵魂本体进行链接，去践行无条件的爱，提升集体能量的频率，并且帮助到更多的伙伴去达成这个世界的终点。他会帮助你这些事情，但绝不是指挥你，绝不是控制你，他一定会尊重你的成长过程，他不会代替你去做什么，他会在这过程中引导你，给你很多智慧，给你很多帮助教导你有关于爱的道理。但是行动上面的所谓正确与否，他不会告诉你。指导灵不是给你律法来的，要明白这件事情第三个，尊重自由意志，这是我前面一直讲的你的指导灵一定会尊重你的自由意志。可能你很多时候会去问他什么事情应该怎么做，那么他可能会给你一些知识上面的帮助，告诉你什么样的选择会可能在往什么样的倾向，但是你要选什么，这个是他一定尊重你的自由意志。注意这件事情，无条件的爱是尊重自由意志的，他绝不会支配你，不会掌控你，不会强迫你，也不会诱导你一定要往哪一个方向去选择，他会帮助你成为你自己。我们的指导灵非常棒守护天使，我这边主要讲到守护天使以及那个信使型的指导灵。战斗天使我先不讲，战斗天使可以干涉这个世界，但是同样不干涉人类的自由意志它可以干涉这个世界，
更多一点。信使一般是不干涉世界任何物理 3D 领域当中物理的层面，就是信使型的指导灵就什么也不干涉，它只是影响你的思想啊，会给你一些知识上面的帮助，以及情感上面的疗愈和陪伴，是这种特征的。战斗天使可以直接干涉这个 3D 的物理世界，但是一般来说，为了不干涉自由意志的缘故，所以就不会在人前出现。天使有几种形态，一个是天使的形态，一个是人类的形态，一个是鹰的形态和狮子的形态。一般来说，你能看到它天使形态和人类形态都是可以的，你可以和你的指导灵提出这个要求啊，指导灵会给你看啊。然后当然不一定啊，天使是有自由意志的啊，我这话说错了，不好意思啊，不一定，指导灵也是有自由意志的，你也不能干涉他，你也不能强制他的啊，不一定他可能不愿意给你看啊，那也有可能啊，我这个说错了，不好意思啊。你可以提出这个请求，但是他会不会同意，这取决于他的自由意志，所以你要和他好好相处啊。然后尊重自由就是尊重爱，记住，尊重自由就是尊重爱。我们人类脑海中有一个很大的幻觉，我们以为我爱一个人，我就一定要让他怎么思考，我就一定要让他怎么行动，我们认为这个是爱，错的，朋友们，尊重自由就是尊重爱。那么当然不是放任不管，尊重自由不是放任不管，尊重自由也不是任凭他去干什么坏事伤害自己的事情，不是这样的。尊重自由意味着你会给他引导，你会给他知识方面的启发，你会教育他。我在讲一些有的家长可能在这个地方困惑啊，你可能有小孩子，那小孩子要摸电门，我难道尊重他自由吗？那跟自由没有关系，朋友，你当然要制止他。你会禁止他一些事情，不代表不尊重他的自由，你要去有智慧啊，朋友，非二元性思维，透过智慧去看问题，要权衡利弊的，要去看的啊，不是死的东西。我今天讲了，任何的一个概念，任何一个词，当你用不同的能量去看待它，不同的智慧去看待它，它的概念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要提升你的智慧先，提升你的能量频率啊，多去好好思考一下。很多人他就是一听到一个东西马上就张口就来问问题了，问出这种问题的人都是很蠢的，不好意思啊，我不该这么说，对不对？当我说你要尊重人的自由的时候，居然有人会说那小孩要摸电门了，难道我尊重他自由？就是问这个问题的人他本身这个思想哎呦 low 的不行，已经怎么能问得出这个问题呢？这个你都判断不了吗？朋友，有智慧啊，有智慧。尊重自由意味着什么？没有什么绝对性的即兴，对不对？没有即兴啊，有的小孩子就是喜欢音乐，有的小孩子就喜欢踢球，他没有即兴的，你不能用你的个人喜好去干涉，你说这非得是音乐才是好的啊，体育就不好，这不行，对不对？大家懂我的意思吧 ？OK， 懂我意思吧？不是绝对的善恶，那当然他都拿刀要伤害自己了，那你可能帮助他一下，对不对？制止他，那是肯定的，对吗？所以这个东西要在智慧里面，你如果没有智慧的话，那我永远告诉不了你什么叫做尊重自由意志啊。所以呢，尊重自由就是尊重爱，因为爱如果没有自由的话，爱就不存在。注意，神爱你，这里面也是有一个前提的，就是神拥有自由意志，这份爱才被称之为是爱。也就是说，神的选择是自由的，神不是不得不爱你，没有人拿一把刀架在神的脖子上，对吧？逼着神非得爱你，没这个事情，是神选择，对吧？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是我选择爱你。所以爱的前提必须得是有自由的。所以当你用一种强迫性的方式去干涉人自由意志的方式，然后你说在表达一份爱的时候，这个东西本身它就不可能是爱，因为这是强制支配，恐惧驱动，这些东西与爱是相反的，你要明白这些道理。我再告诉你，从指导灵的角度让你去彻底分辨它。邪灵就是会强制你，邪灵就是会恐吓你，邪灵就会告诉你这个事情你必须这么做，必须这样，这个就是邪灵的最明显特征了。所以你现在要在世界上面看什么力量在被邪灵所控制，你一下看出来了，律法主义宗教，对吗？最明显的，因为邪灵就是要这个能量，它就是要你自责、内疚、定罪、苦毒、嫉妒、纷争、攀比，对不对？所有的这些东西，然后论断，对吧？所有的这些评判啊，这些东西，这个全部都是最低能量的。它从哪里来？分别善恶，就使劲给你讲律法，你就一定在这个里面。所以记住，
什么是光明来的天使，尊重自由意志，这个是无条件的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啊。我再说一次啊，在这个地球上面的人族，他们拥有站在魔鬼一边的自由意志，而你不能使用光明的力量强制干涉他们的自由意志，这是不能够的，是做不到的。你想做你也做不到。我再向你解释为什么有的时候你发现你没有能力，你的属灵能力为什么使不出来，因为你试图去干涉别人的自由意志，这是不能够的，不可以啊！爱的能量里面没有支配，没有干涉，没有强制性的干涉，你可以引导，你可以以爱的条件去做，对吗？使徒行传里面有很多神迹奇事出现，也有人因着这个信了耶稣，但是使徒们是以爱为驱动去做这件事情，无条件的爱，不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什么达成什么目的，不是为了干涉人的自由意志。所以一个从光明的力量而来的能力，它彰显出来了，可能有的人看见了，因为这个而相信或者怎么样，那其实是圣灵引导的结果，对吗？不是你干涉自由意志的结果。但是如果你试图使用这种能力去堵住那些人往其他方向去选择的方向，你试图干涉他们自由意志，你试图强迫，这个是不被允许的，这个做不到。还有沉睡着的伙伴们，你们也知道这件事情啊，当然你们都记得这个法则，对吗？好了，第5个，救赎是替换，但成长不能代替。注意，你的灵的重生是基督做的工作，这是救赎，透过信心向你显露出来了。那么救赎是替换，灵魂换了，本体换了，当然你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你是感觉不出来的啊。但是你在这个3D 领域当中的灵魂，这其实是个投影啊，但是它也是个魂，这就是更新魂的道，也是个灵魂。你可以把它看为这个灵魂的衣服啊，你的本体穿了一个现在的灵魂的衣服，也可以这么看。因为你再往上推到一个地步，高于无条件的爱，当然达到了还不行啊，还要高于到一个地步，这个和密度有关系，我后面再解释，今天时间没时间了啊。不代表达到灵魂，不代表达到无条件的爱就全部都是那个光明的领域了哈，那还没到，还差一个密度，还要再往上一个，我后面再解释，别着急啊。成长是不能替代的，也就是说呢，你的灵魂要体验某些课题，要体验某些有限过程中的体验，这是你灵魂的一个课题当中的一部分，也是神的意志的一部分。我要解释这个问题，无限是不能直接体验有限的，所以无限需要设计有限，以进入到无限的有限当中。而当拥有了无限的有限体验之后，再把这无限的有限体验收回，那么一个无限的存在就拥有了无限的有限体验。所以这个过程本身是一个收获有限体验的过程。那么这种有限体验本身它是可以有无限数量的，但是体验本身是有限的。所以呢，你可以把这个一切看为是神的本体啊，然后神分裂出来诸多的那个灵魂，然后灵魂再投影，所以最终还是万物合一的，合在里面，合在一的。那么一切的意志是能量，意志本身是意识，本身是能量，就是灵魂。那么他们是如何能够区分的呢？你除非能够找到一种介质，使他们能够区分开来，就好像你如何把一团水蒸气把它们分成10个小的单位，那你除非把它们放在气球里，或者你把它们电隔断，那也就是说一定要存在某种介质的。而神在这个过程中使用一种方式，其实就是自己啊，这就是为什么神无处不在啊，圣灵其实就是这个东西，它就是空，就是所谓的空，无意识，看起来是无意识的，但其实最大的智慧在这个地方，所以是无意识的意识把诸多的意识分裂，然后看起来是有所区分的。可是当他们的频率提升，达到无条件的爱以上的某一个程度的时候，所有的意识都是合一的，所以也就不存在所谓的有的人说那上了天堂之后又犯罪了怎么办？什么叫罪啊？脱离靶心，也就是说意识不合一，这就是所谓的罪啊。用律法定义那是为了帮助人明白人有罪而已，那个不是真正的情况。真正的情况其实就是在讲频率太低，就这么样，就是灵魂频率太低，其实就是在讲这个东西。所以呢，你提高到一定地步的时候，其实全部都是光明的层面了，但是下面是有这个投影的。那么投影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一个投影 3D 的是灵魂频率非常低的一个领域，那么这个领域它有一个魂更新的过程，更新的意义就在于这个体验，那么它与救恩是无关的，我再次告诉你，它与救恩是无关的啊。你就是说你灵魂更新到什么程度，它不影响你得救啊，因为你得救是本体的事情，是上面的事情，那本体上面还有本体，最后本体就是基督。我前面讲了，
耶稣说你们在我的里面，我也在你们的里面，我也在父的里面，我们全部都是合一的。合一的奥秘就是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呢，用体验去理解你今生的旅程，它和救恩没有关系。救恩是耶稣代赎的结果，他给你灵魂换掉了，重生了，换了。然后呢，你的成长过程，这是一个投影，它不是本体。所以你的得救是本体的问题，它不是投影。所以你现在投影是一个体验的过程，这就是魂的更新的过程。所以这个过程是不能被代替的。我就在讲这个东西，耶稣代替你的是代赎，是关于罪啊、审判啊，是义人身份，这个东西那是灵魂本体的事情。现在这个投影的领域它不能代替，它不能代替。所以你的指导灵怎么样呢？它不会代替你做任何事。他不可能说你一个问题，你说啊这个题我不会算，你告诉我得多少啊？他绝不会告诉你这种事情，因为那等于直接代替你成长，这是不能够的。爱不是代替成长，懂吗？爱不是代替成长，所以不是溺爱，对吗？有的家长啊对孩子溺爱，所有东西全都一手包办，导致这个孩子出现各种人格问题了，是不是？有可能也成为 NPD 了。当然我们不用标签去看问题了啊，对吗？溺爱也不行的。所以你的指导灵他与你是无条件的爱，他无条件的爱你，但是无条件的爱其实是有很多原则的，原则和条件是没关系的。无条件的爱本身也是出于自由意志的，它不是一种强迫，它不是绑架，不是说你到时候你就明白了，你和你的指导灵你们可以多交流啊，你不能强迫他，你说你不是无条件的爱我吗？那你就应该怎么样怎么样，他会笑着告诉你这个跟无条件没关系，这是我的意志啊，我爱你就爱你到底，但是我怎么爱这是我的意志，朋友。所以你永远不用担心，当你在践行无条件的爱的时候，你会被人欺负啊，你会变得很傻啊，绝不会，你会非常智慧，你会超级智慧的啊，让你的指导灵成为你的榜样啊。好了，最后我再次强调了，伙伴们，光明的属灵能力不支配，所以不要试图去支配、去干涉、去强行影响别人的自由意志。当然他们的那个自由是有限的，他们现在可能只是自主意志，但无论如何他都是自由意志这一趴的，只不过他是自由范围受限，那也是属于自由意志。我在讲这个问题，自由意志是崇高的，在无条件的爱的法则的面前，自由意志是被尊重的。我再说一次，在这个星球里面，人族拥有站在魔鬼那一边的自由意志，他们拥有选择站在爱的反面的自由意志，他们拥有这些，他们拥有不信的自由意志的这种权柄，他们拥有这个权利，不能强行干涉他们的自由意志。我们的能力必须本着无条件的爱去自然而然的透过智慧去发散出去，而不能带着试图干涉别人自由意志的想法。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的能力将无法施展。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我讲完了啊！隐藏在世界各地沉睡着的伙伴们，醒来吧，拿回你们的记忆，拿回你们的能力。我们必须彼此相爱，并肩作战，完成我们的使命，迎接最后的荣光。我是 CY， 我们下一次再见，阿们。假如有天你发现了自己的恶行，你就开始品尝短暂的喜乐，同时品尝更多的悲伤。你在每个方向，心脏出现问号，小心小心遗忘的力量，你忘了你是怎么来的吗？你带来的是希望和未来，你与分裂不同过。假如有天你发现了世界的不同，你就开始找回来时的路，同时找到丢失的记忆。你在每个方向，是使命还是梦想？小心小心遗忘的力量，你忘了你是怎么来的吗？你带来的是希望和未
不通过。假如有天你找回了自己的记忆，你就开始跳舞和飞翔，同时拥抱你的爱人。你在一个方向，是使命也是梦想。小心小心遗忘的力量，你忘了你是怎么来的吗？你带来的是希望和未来，你越分也不通过。假如有天你找回了自己的记忆，你就开始跳舞和飞翔，同时拥抱你的爱人。你在一个方向，是使命也是梦想。小心小心而行的力量，他们无法从困境中得到救赎。你带来的是热情和力量，你是向上的光芒。假如有天你找回了自己的记忆，你就开始跳舞和飞翔，同时拥抱你的爱人。你在一个方向，是使命也是梦想。记住记住一心的力量，他们无法从困境中得到救赎。你带来的是无条件的爱，你是完整的符号。这是一个故事，关于和平自己的心，不再受到恶性的控制，你已经找到它。这是一个故事，关于和平自己的心，不再受到恶性的控制，你已经找到